窟，我魂牵梦绕的地方，断崖上开凿了成百上千的洞窟，而毫无塌陷之象，真是奇迹。这些洞窟都是先开出甬道，斜上凿出顶部，然后再转而往下挖，期间还可以用水浸法，这样既安全又好挖，绝不会坍塌。嘿，你这小孩知道的还挺多。你们刚到吧？我给你们讲讲。沙州下辖敦煌、寿昌2县，前面的城池既是沙州的治所，也是敦煌县的治所。敦煌宝地连接西域门户，天下路途交汇于此，故而使者相望于道，商旅不绝于途。哼哼，这莫高窟啊，是敦煌之魂。对了，300年前有僧人月尊行至于此，见对面三危山是金光万道，有如千佛静坐，于是便在这鸣沙山的断崖上开凿了第1个洞窟。洞窟中有雕塑，皆精美绝伦。而光是壁画就可分为尊像画、故事画、经变画等多种，其中故事画又可分为佛传故事、因缘故事、本生故事以及史记故事。鹿王本生、500强盗成佛图以及弥勒经变都是当中的至宝。想听我详细讲解，要不你们掏点钱？这孩子讲得这么好，应该出点钱。来，拿着。不用，这钱我不收。怎么，你嫌少啊？不是，凡遇到外地来客，我都会介绍几句，算是尽地主之谊。接下来你们想听我详细讲解，或是请我带你们去欣赏洞窟，我才要收钱。那你先跟我们说说，你们这儿有什么好吃的、好喝的？水果最有名的是李广杏、城中佳肴、细饼、散枝、冷让、油糕、酥山、抓羊肉、马琴子馍、金沙刀片鸡，样样美味无比。你这一介绍，我都饿了。这回钱可以收了吧？不行，这钱我不能收，我为你们做的太少了。那要不然这样，你带我们去看一个最好的洞窟，如何？哎，那你们可是找对人了，跟我来。走走走走走。进城后有什么需要都可以找我，只要随便找个小孩说找讲敦煌讲的最好的多宝，就能找到我啦。多宝，好听的名字。谢谢。前面大漠中还有一眼泉水，我们都称它为沙井，不过因形似月牙，我偷偷给它起了个名字叫月牙泉，只是还没叫开。你们进城前还会穿越一片沙丘，在那里可以滑沙，这可是我们这儿特有的民俗。滑沙？没想到敦煌这么好玩。多宝，真是太谢谢你了。等等，都给你。不要，这些就够了。那你们慢慢看，我先走了。希望好运能再见到你们。真是我大唐的好少年。嘿嘿。随我来。你看，这幅画倒跟多宝很像。还真是像啊！哈哈哈。可惜不是他，刚才那个孩子。小小年纪就出来讨生活，想必是贫苦家的孩子，他没有资格上壁画。哎，这个男子看着年纪也不小了，却还涂染了指甲。
不奇怪，这敦煌是开封上知县的地方。哎呀，来，你们看啊，看这一排人，这就是供养人，也叫窟主或功德主，就是出资造这佛窟的人。这多宝带咱们来的应该是个家族窟，供养人呢就是这个家庭的主人、子女，甚至是对这个家庭很重要的仆人。如果我没认错，来者是云顶的卢县尉吧？正是卢凌风。沙州刺史张煌，得知卢县尉奉朝廷之命降临，故每日在城门外恭候。今天是端午节，终于把你给等到了。拜见刺史，祝端午快乐。怎么了？是这样，因为端午节有特殊的意义，刺史打算在本州推广一个新的祝福语。后面几位都听清楚了，以后都得叫端午安康。端午，古来有之，既是祭祀之节，又是百姓宴聚欢愉之日。作为节日，它早已超越它原本所含的意思。而在这一天，百姓互道快乐，有何不可？何须改之？哎呀，不愧是范阳卢氏啊，天子身边效过力的嫡公弟子，说的有道理。端午快乐，端午安康，皆为祝福，确实不必强求。对了，本州长史暂时空缺，司马去瓜州公干去了。这位是司法参军李炽，见过了。刺史酝酿了1年，却被卢县尉一见面就给否了。哎，真不愧是前金吾卫中郎将，前大理寺少卿啊！啊？看来李参军对卢某很是了解。能不了解吗？前任沙州长史曾为云顶县令，好像因为一个什么小小的云顶仙街案，就被免了职。你区一个县尉，竟有这么大能量，也是让李某长见识啊！放肆！卢某哪有那么大的能量？是天子明察秋毫，朝廷也从不纵容污吏。请问刺史，康国使团可到沙州了？还没有，估计尚需7、8日。哎，我说，卢凌风虽然是区的县尉，但他也有他的家眷随从。下边就由我来给你们介绍介绍啊。您请。这位是前大理寺少卿嫡公弟子苏无名。哎呀，久闻大名，见过刺史。这位吏部侍郎之女裴喜君，河南郡公褚遂良后人褚英草。见过。薛仁贵薛大将军的重孙薛缓。最后，我就自己介绍一下自己吧。魏英俊，药王孙思邈先生的徒弟。这几天我们住在哪儿啊？是3日1夜，还是每日1夜呢？这个，你们随意安排啊。好，费老，我已过问，吃住都在谦德堂，沙州最好的地方。这还差不多，还不叫人过来牵马？
啊，对，快去牵马呀！快去！陆县尉，各位都是我沙州的贵客，请。大家到我这儿来啊！都有啊！大家不要急，不信，快着点，快着点啊！快着点，快！那好啊！哎，那是在救济灾民吗？也没见着施粥啊！这么大块的牛肉和一整袋的馕，确实不像救济灾民啊。还有布匹，曹公今年给的布比去年多，够给我2个孙子每个人做一套的。是啊，是啊。刺史啊，那位长者是？哦，本州首富，做贵方生意的曹仲达，百姓唤为曹公，他也是商社的领袖。那洞窟壁上为首的供养人正是他。何为贵方生意啊？贵方生意就是，可在他那儿存放金银或贵重物品。若想做生意，也可以找他借贷本钱。曹公啊，还是李参军的丈人呢。在下正是曹公的大女婿。还有啊，这不是救济，刺史治下，沙州并无灾民，都是我老丈人在给沙州的百姓送礼物。逢年过节，他都会这样做。就刚才的那位老妇人，她的孙子一生下来，恐怕从来都没买过布，都是等着我老丈人送的时候再给孩子做衣服。我听说今天可准备了几千斤的牛肉，上万个馕呢。看面相还真是个大善人。你的老丈人呐，我欲与之结交。就你，我怎么了？哎呀，这谦德堂啊，是曹公的私家酒楼。今晚贵客登门，他必会钦陪。到时候我与你介绍便是。张刺史，各位贵客，我家主人还未忙完，有失远迎，请多多包涵。啊，先跟我来吧。好，这是管家丁茂，我老丈人在谦德堂请客的时候，都是他来接待。诸位，请。曹公，哎，二位嫡公弟子，吏部侍郎之女。楚公后人，薛大将军的重孙子，这是药王弟子啊！今天谦德堂蓬荜生辉呀！是，见过曹公。哎呦，谢谢。哎，曹公，哎，你这是真性情啊，还是假客气呀？此话怎讲啊？你看你这个女婿，才当一个小小的司法参军，就傲气得很，而你这般行善事、做善人，却如此的谦卑，这让我老费不得不多想啊。丈人，此时尚在，你却怠慢贵客，你丢的不是你的脸面，也不是老夫的脸面，是沙州的脸面。赶紧的向贵客道歉。费先生，在城门外多有得罪，您老人家大人不计小人过。老人家，我老妈。该怎么称呼不知道啊？叫费神医呀。理吃口误。丈人，药王弟子是真是假难以查实，更何况，即便是真的药王弟子，也不见得是神医呀。他们在云顶义救哑奴的事儿，你身为司法参军，不知道这事儿吗？你说你这心思都用到哪儿去了？我在云顶做的事，曹公都知道了。诸位在云顶的义举早就名扬天下了。你说老夫眼不瞎耳不聋，怎会不知啊？费神医不仅治好了云顶的哑奴，还将救治之法以及珍贵药方无偿相授。你说说，这等功德就应该化在石窟里，永世流传。哎呦，这个，刺史啊，
今日晚宴，曹某想请费神医上座，意下如何？全听曹公的。这怎么好意思？张刺史，请。哟，您是主家，您先请啊。您代表的是州县，我不过就是个商人，怎敢在您面前敬酒？我做了这主座，已经诚惶诚恐了，别难为我了。快快！大唐天下，敦煌圣地，今有曹公东道为主，又逢端午美日，各位贵客，我们共饮此杯。请贵客品尝刀片鸡。大家请。我老费平生最爱吃鸡，还得了个鸡师的混号，可没想到这辈子还能吃到这么好吃的鸡呀！哎呦，嚯，这是不是这调料有点辣呀？不妨大家多吃，下一道美食是专门解辣的。来来来，大家请，请。此为何物啊？又甜又冰，实在是好东西啊！这叫苏山，若是在盛夏时候吃啊，当更为美味。之前从未吃过这样的美食，如县尉没吃过，并不奇怪。没有曹公，就没有这道美食啊！张刺史夸张了，曹公何须客气啊！啊，这个苏山呢，原是一个小摊贩首创，可惜刚做出来的时候无人问津，没有生意，还亏光了本钱，又赶上父母双亡，没钱下葬。这个商贩呢，就想卖身为奴，以葬双亲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曹公让贵方借钱给他，而且不要利息。这沙洲啊，确实炎热。我只是希望这道美食能让所有来沙洲的人感受到一丝清凉。哦，对了。做这道美食的小贩，嘿，现在已经变成大老板了。哎，丁茂啊，哎，何老板来了吗？来了。拜见张刺史，拜见曹公。哎，拜见诸位贵客。小的何可可制作苏山为生，今日做的。不知是否合大家的口味啊？好吃。何老板，这苏山的味道确实好，若能在长安卖，一定能名扬天下。哎，如果何老板有这个想法，我可以帮忙找地方，在长安最繁华的街道上开个分店，如何？去长安开分店？哎呀，太好了，我正有此意啊！曹公，若是您一直在，一直照顾小的，也许我们的苏山真的能卖到长安啊！曹公，可可，你说你这是干什么呀？啊，客人还都在这儿坐着呢，赶紧的起来，好好的。
回去做生意啊！明日一早再来给曹公拜寿。曹公，刚才听这个何老板说明日要给您拜寿。是，过了今夜，老夫就60了。哎呀，那我等就提前祝曹公生辰快乐。哎，其实啊，这生日提不提也罢，明天既是老夫的生日，也是老夫走向死亡之日。曹公，我看您面色红润，精神矍铄，怎么可能明日就……就是啊，曹公有什么病跟我说，要是我老肺还治不好，我永远不望成神医。曹公有何难言之隐？没人救得了曹公。谁让你说话了？你还是曹公的女婿，居然说出这种话来！你知道什么瞎叫唤？曹公，费神医，别发这么大的火。这李赤啊说的也对。大家听说过花甲葬吗？莫非您的家族就有这传统？说明，何为花甲葬？花甲葬说的是老人过了60整寿，就要自己走进提前建好的坟墓。这个习俗诞生于生存艰难的远古，后来在食不果腹、衣不蔽体的乱世，花甲老人为了让子孙们能活下去，也会自愿或被迫地走进墓中。这苏先生所说的是瓦罐坟或祭祀教，就是没封住封口的坟墓。这老人进去以后啊，子孙隔一天送一顿食，同时呢还得带一块砖，出来的时候把这块砖呢得砌在墓口，直到把这个墓封死为止。我家族在沙州传统早已有所改变。明天老夫要去的是事先已经挖好的洞窟。可现在是盛世，为何还要遵循这样的家族传统？所谓传统，和盛世与否无关。身为曹家人，必走此路。如此泯灭人性的民俗，不是传统，不妨摒弃。李赤，你身为司法参军，难道也要眼睁睁地看着你老丈人在60大寿之日走上绝路吗？我不是没有提出过反对，这家族都市会的人不答应。都市会，这是曹氏家族专门负责都市花甲葬的人。张刺史，陆县尉，这是我们曹氏家族内部的事务，和刺史无关。更何况老夫主意已定，不会背叛祖宗的。老夫信佛，进入洞窟后，不饮不食，清心诵经，往生净土。你想想，这何不是一种对生死的超脱之举呀？其乐，外人不可知。哎呦，一提花甲葬，又扫了大家的兴。时光荏苒，如白驹过隙，更如兰亭所言：“相之所欣，俯仰之间，亦为沉寂。”古人云：“死生一大矣，岂不痛哉？只是欢愉仍在。亦如今夜，高朋满座，明月在天。人生至此，夫复何求啊？”来，老夫敬各位一杯。曹公，今日一见，便是知己。刚刚在门口见你施舍百姓，
真乃大善人也，方才席间一席话，令费某感佩至深。我已把你当成我的知己，不曾想这相逢即是永别。曹公啊！让他跑了。刺客，乾德堂居然来了刺客！对不住，对不住，让大家受惊了。老费喝醉了，是您亲自把他扶到楼上的正房休息。那间正房，老夫经常在那间房里睡觉啊。嗨，只要是在乾德堂喝多了，老夫就在那儿休息。回去晚了，怕打扰家人和下人。如此说来，刺客是冲着曹公来的。哎呦，老夫这辈子没得罪什么人呢。曹公可是沙州首富，又将面临花甲葬，那么必会涉及家产分配之事吧？你是说我的家人，他们要害我？我只是猜测，没准那刺客是奔着我们俩来的。这个刺客武艺平平，跟之前那些针对你和卢凌风的差远了。没错，不但武艺差，胆量也稀松啊！见我醒过来，他吓得手里的弯刀都差点掉地上了。弯刀？谁呀？谁呀？爹。李赤在家吗？不是和您一起在乾德堂陪客人吗？没回来啊？可千万别骗爹。爹，我是您的第一个孩子，从小，您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，您让我嫁给谁我就嫁给谁。我什么时候骗过您？不在就不在嘛，怎么还哭上了？行了，老夫到别的地方去寻他，
爹，他怎么了？我是说，李赤是不是做了对不起爹的事？那为父得先找着人，找到人审了才知。行人下骆驼出场。瘸腿的。你喊谁啊？我喊的就是你。李参军，滚！还真是你，昨夜本姑娘的袖剑可受用？姓费的，你一副叫花子模样，却号称神医，一再对本参军不公。我李赤也是刚烈之人，醉酒后就有了杀人报复的冲动。好在我及时制止了自己。嘿，你撒谎！昨日我睡在曹公房间，你是欲屠曹公，然后看到床上是我，你才改的主意，是不是？你说你刺杀曹公，是不是就图他的家产？你，丈人，您别听他胡说八道，是因为您马上就花甲葬了，小婿万般不舍，本来心里就抑郁，这个费进士又一再和我过不去，我确实是喝醉了，才想教训他，可是真下手的时候，酒一下就醒了，我后悔不已，我后悔不已。为了家产刺杀老丈人，我觉得费神医分析的很有道理。你若真的是被冤枉的，早就破口大骂了，不会耐心为自己辩解。说我刺杀丈人，你有何证据？卢凌风，我听说你也是破过些案子的，该不会都是靠猜测吧？就是凭猜测定你的罪，又如何？胡闹！没有证据，仅靠猜测，怎能定罪？苏某道士甚是同情和理解李参军，换做我，给人家当上门女婿，到了分家产的时候，就给人家分这么一点点，我也不干。对啊，外人都看得出他做的不公平啊！现在还是猜测吗？你的供词，刺史听到了。丈人，我一时糊涂啊！老夫只问你一件事：曹寅知道你谋害老夫吗？说话！爹，他怎么了？我是说，李赤是不是做了对不起爹的事？那为父得先找着人，找到人审了才知。
我是司法参军，在沙州，只有我李治审别人。你这腿是怎么伤的？别问了，你对我爹做了什么？快陪孩子睡觉去吧。李治，哎，阿姨，你要是想让我的血溅你一身，你就继续敷衍我。阿姨，我做的这一切，都是为了你和赛赛啊。曹寅孝顺，他骗您，说我不在家，是怕我跟您拼命。他知道，我李治的弯刀也杀过人的。你竟做出这样的事来，我还有何脸面活在世上？阿姨，你不能犯傻，你好好想想，就算是为了赛赛，你也不能犯傻。来，我帮你抱上。还不快走！走？我去哪儿啊？离开沙州，躲到哪里去都行。我是朝廷命官，我怎么能擅离职守啊？你还知道自己是官员啊？身为司法参军，刺杀丈人，该当何罪？你赶紧想法子出城，过个7、8天，把伤养好了再回来。那个时候，我爹已经入库归西，姓卢的县尉也已经离开沙州。若有人问，就说你今夜心生郁闷，骑马出城，结果马失前蹄，滚落山崖，受了伤回不来。到时也不会有人追究你。高明，这个主意好。还是我娘子最疼我。呸！你欲刺杀我爹，我恨不得将你千刀万剐。只是我爹马上就要花甲葬了，你若再惩奸下酒，让我和赛赛怎么活？那就是说，你谋杀老夫，阿音并不知情。大人，我错了，您就放过我吧。下辈子我还给您做女婿啊！下辈子继续害我是吗？小婿不是这个意思，我说下辈子我还给您做女婿。闭嘴！你不再是我女婿。张刺史，此贼就该严惩。曹仲达，我是朝廷命官，并未杀人。你一个商人，凭什么要求严惩于我？作为曹家的上门女婿，我还让赛赛姓了曹。凭什么我们一家3口只得这1成家产？1成家产，我不服！等等，老夫的遗书还没有公布呢，你怎么会知道内容？是丁茂对吧？你的管家对你并不忠诚，亏你还让他做你曹家窟的供养人。我就用了5块银挺。主人，丁茂来得正好。老夫如此信任你，你却做李治的帮凶，是不是想害死我，再篡改遗嘱，图谋我的家产呢？我没有，我只是一时起了贪念，收了他的钱，把遗嘱的内容告诉了他。可是我没想到，他身为司法参军，竟然想要害死主人呐！遗嘱放你那儿，你偷着先看，这就是大罪。我有罪，我有罪。可是主人，我来是想告诉你，家中仆人来报，小郎君他死了。你胡说什么呢？
是真的。小郎君，他被人害死了。曹公，这是为什么呀？老爷，你可回来了，宝儿死了。儿子，他死了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啊？且慢，请将曹公、曹夫人扶开。哎，曹公，是啊，发现的时候就这样，我们也不敢动，就找了块白布给盖上。这金帕上画的鬼面，看着也不像是方向。这绝不是方向，方向是4只眼睛，这2只眼的应是七头。什么是七头？按我大唐丧葬习俗，人死后，家人要登屋顶，呼喊死者的名字进行招魂，之后裁剪死者衣服后服，留作纪念。再之后，才可沐浴，穿上名衣，并放置灵床之上。最后才是盖上缨布。所谓缨布，又称鬼衣。这布上所绘之像就是七头，按传说，它能收存亡者的魂灵。谁杀死了我儿子？是谁最先发现的尸体？是我。我今天在门前叫阿舅，因为我跟阿舅约好了要去城外滑沙的。阿舅，阿舅，我们几时走啊？阿舅，赛赛，你阿舅还没起床吧？才不会呢。多宝阿舅从来不睡懒觉。阿舅，阿舅，多宝。我叫多宝，进城后有什么需要都可以找我，只要随便找个小孩，说找奖能王奖的最好的多宝，就能找到我啦。还真是的。你们怎么会认识我儿子呀？路过莫高窟之时，有幸相识，是个淳朴聪慧的好少年。原以为只是一个穷苦人家的孩子，不想竟是曹公之子。本来我还想进城后来寻他，让他再带我游莫高窟，没想到竟遭此不测。多宝喜欢读书，热爱敦煌的现在和过往。多嘴，生在曹家，那打小
就应该学着操持家业，这可好。整天就要做什么讲解地境风物的雅人，把曹家的脸都丢尽了。孩子都没了，你现在说这个做什么？是啊，丈人，您啊，先别着急呀。别叫我丈人，年龄和我相仿，欺骗我闺女，不就是图我的钱财吗？我跟安荣，我们是一见钟情。你别说话，爹，我跟樊松林已经结为夫妻，这没什么丢人的。老夫少妻，那本来就是常有的事儿。他不也比您小20来岁吗？再说了，樊松林不叫您丈人，那管您叫什么？难不成管您叫曹兄啊？您要觉得不乱了辈分，我就让他叫。混账东西！曹公，息怒，息怒。你打我！来，给你打死我啊！省得我分一份家产，你全把家产给那个叶来。可惜他儿子死了，给他的以后也不姓曹。曹荣，我跟你拼了！拦着点！哎呦，别打！住手！要打出去的。这里在验尸。你们是什么人？云顶县尉罗凌风，来沙州执行公事。那又有什么权利在沙州探查命案？我夫李炽是司法参军，为何不见他？你闭嘴吧！还好意思提他？你们是仵作吗？装模作样的，到底会不会验尸啊？混账！苏先生是狄公弟子。狄公？狄公是谁呀？哎呀，狄公就是狄仁杰啊，这你都不知道？你瞪我干什么？狄仁杰是谁？我又不认识。一群混账东西，都给我出去！有老二位了。樱桃记：口唇青紫，口内、鼻内有血迹，脖子处有掐痕，初步判断是窒息而亡。爹，把那丝巾解下来，解开。伤口深不深？并无大碍。爹，我昨天在您面前撒了谎。爹知道，他当时就在屋里拿着弯刀。你是怕他伤了爹吗？李炽，鬼迷心窍，大逆不道。可看在他是你上门女婿的份上，求您放过他吧。你爹就是一个商人，这个案子归公械管，爹说话有用吗？来，起来。你可是爹第一个孩子，若参与谋害于我，爹的心可就真碎了。唉，多好的孩子呀！真是替曹公惋惜。
还不如叫他一直陪着我，也许便无此难。师傅，包起来。是。事情告诉你们。李赤和丁茂已经下大狱了。阿峰，我爹为何要下狱？趁夜黑风高，他要杀阿翁，该不该下狱呀？娘，为何我爹要杀阿翁？李赤竟干出这种事来，真是可恶。丁茂为何也被抓了？事已至此，也没必要隐瞒了。老夫啊，早就立好了遗嘱，本来想今天告诉你们，不曾想李赤勾结丁茂，提前知道了遗嘱分配遗产的内容，所以要行刺老夫。李赤真不是个东西啊，亏他还是个当官的，真是道貌岸然，虎狼之心。爹，那遗嘱内容你也想知道啊？看来你们都想知道。赛赛，念给大家听。老夫膝下3女1儿，花下之葬，入窟西去，所及家产留于儿孙，多宝当继承家产，故得5成。夜来1成，阿英家1成，阿荣家1成，阿孝未嫁可得2成。立主人曹仲达。你们觉得老夫分配的公平吗？不公平！我是长女，招得赘婿，为何只分1成？阿姐，你这话说的是觉得我分的多了，还是你分的少了？我虽婚配，却留在曹家，而你是嫁出去的，不应该有区别吗？可你不想想，那李赤都干了什么呀？爹在立遗嘱之时，李赤什么都没有做，是这份遗嘱逼的他。你怎么会有这么大的火？我只是想讨个公道。李赤为官，却肯入赘商人之家，不该这么对他。你男人现已成阶下囚，你还在这替他争？我是奉父命成婚，而且李赤也是父亲认可的上门女婿，不像你，你怎么也不替我说句话？钱是身外之物，你不就是个废物？爹，当年你既让我招上门女婿，就应该拿女婿当儿子看。可现在多保5成，我全家1成，公平吗？赛赛姓曹，遗嘱中却只字不提，公平吗？我是长女，却分的不如曹孝多，公平吗？别吵了，阿弟死了，今日爹也要走了。如果阿弟能活，爹无需希望，我那2成都给你们又如何？笑笑，也就只有你是爹的念想。好话谁不会说？就是说真话的只有我曹英一个。嘿，你什么意思啊？这一夜之间怎么发生了这么多事啊？司法参军成了刺客，这又发生了命案。本州长史本就空缺，司马也不在，我又不懂查案，这该如何是好啊？卢某不才，愿请命。
探查此案。可康国使团过几天就要到了，他们抵达沙州后，你要马上启程回京的呀。罗某当在使团抵达前探破此案。哎呦，如此甚好，如此甚好啊！不过罗某有个请求，让苏无名与我联合探查此案。我知道，苏先生现在是白衣之身，不过毕竟是当过大理寺少卿的嘛。如今沙州正在用人之际，苏先生若能助卢县尉探破此案，张皇求之不得。那就请刺史派人把尸体移到千德堂，验尸事宜还没有彻底完成。这个好办，我这就去下令。哎呀，康国使团来沙州之前探破此案，你这么有把握？此案不难，凶手离不开曹家，你就这么没把握吗？你这结论下的太过武断了吧？如果凶手是外人，杀人后通常不会考虑死者的亡魂会对自己怎么样，只有身边亲近之人行凶后才会担心鬼魂会找自己算账，所以才会在多宝的脸上蒙上那块阴布，以罩住所谓的亡魂。分析得好。曹仲达是沙州首富，其家人都知道他要花甲葬了，而多宝作为他唯一的儿子，当继承更多家产。现在多宝突然死了，谁会受益？我看曹家三姐妹皆有嫌疑。此案线索不多，但有作案动机的人不少，需一个一个的询问。再有就是还要进一步验尸。那就兵分两路，我问询，你验尸。你们不会认为多宝是我杀的吧？杀多宝？难道你没有作案动机？当然没有。你得知曹公遗嘱详情，便起了杀心，无外乎是为了分得更多的家产。杀曹公，篡改遗嘱，这恐怕就是你的预谋吧？改遗嘱容易露馅儿，杀死曹公需要胆量，可杀死一个孩子可就容易多了。多宝一死，你作为长婿和赘婿，再加上赛赛姓曹，就会分得更多家产。默认了。怎么碰到你们真是倒霉。是，我是想杀了曹仲达之后跟丁管家改遗嘱，可这不是未遂被你们抓了吗？陆县尉，多宝是个不错的好孩子，虽不喜欢经商，可若能长大成人，必成大器。你们一定要抓到凶手啊！这是在把自己摘出去。昨日酒宴你早早便离开了，而多宝是死于害时，你有充足的作案时间。我昨日离开千德堂，直接回了家，我倒头就睡，一直睡到寅时。不信，你们可以去问阿音。李赤从千德堂回来，一言不发就倒在了床上。我知他有心事，便想先把孩子哄睡，再听他倾诉。可待赛赛熟睡，他也已鼾声如雷。他半夜出去，你可知道？知道。他是何时醒来的？寅时。你确定？确定。父亲就要花甲葬了，我彻夜无眠。不公平，只给一成，白当了赘婿，不公平。你怎么了？是不是酒喝的太多？
我煮了醒酒汤，去给你盛一碗来。等我盛了汤回来，他人已经不见了。就是这样。怎么？我的话你们不相信？那可以去问赛赛，孩子是不会说谎的。我爹回来的时候已经喝醉了，倒头就睡，他都不理我。后来我娘帮我洗漱，哄我睡觉。我爹是不会杀多多阿舅的，我爹很喜欢阿舅的，真的。别哭别哭，我们只是问问你，并没有说凶手是谁啊。曹赛赛，阿舅的尸体是你最先发现的？那你能不能把早上的事情再仔细跟我讲讲？我先在门前喊阿舅，阿舅，阿舅，阿舅。多宝被人掐死了！姨父又到院子里喊了一通，我娘、二姨、小姨就都来了。你说的姨父是樊松龄吧？他一大早就在院子里跳舞啊？对啊，他就喜欢跳舞，每天都跳。那个老男人怪里怪气的，一看就让人讨厌。小欢，当时樊松龄说多宝是被人掐死的。对啊。那他有没有仔细查看尸体，揭开盖在多宝脸上的阴部？没有。你的姨父是做什么的？他是造曹家哭时，阿翁聘请了督料。督料是做什么的？就是洞窟营造的总设计者，博士、师、匠、生都归他管，督料全权负责施工。对，姐姐懂得可真多。我二姨是个笨蛋，连狄仁杰是谁都不知道，我可知道。我娘说过狄公可厉害了，他的弟子肯定不好惹。卢县尉你有本事，可一定要为我督宝阿舅报仇啊！放心吧，赛赛，卢县尉一定不会放过杀害多宝的凶手。卢县尉也要靠赛赛帮忙啊。还有别的线索吗？阿舅他不喜欢钱，不想要家产，更不想当商人，他只想向外来的旅人讲解敦煌。他懂得可多了呢，他编了许多故事，都记在了一本红皮书上。哦，对了，刚才我去阿舅房里找那卷书都没有找到。你找书做什么？我要把书上写的都记下来，将来我要像阿舅那样做敦煌最好的牙人。哎，你看什么呢？这是多宝写的书，里面记载了敦煌的历史、宗教、景色，还有美食。这么小的孩子，会写书？啊，当然，跟传统意义上的书卷还是有区别的，但内容丰富，字里行间透着多宝聪慧清澈及对家乡的爱。好看也不能一直看呐。那不有人在验着呢吗？
他，苏无名，你快过来！老费，你看我新收的这徒弟咋样？什么时候收的徒弟啊？哎呀，赶紧看看，此为何物啊？好像是纯之。当初在长安协律郎孙望耳朵后面就发现过纯之。不对呀，这多宝是个孩子，怎么可能跟歌姬有染呢？啊！这个颜色怎么看上去这么眼熟啊？画像上的樊松龄。验尸结果如何？还真有新发现。我们发现了一条关键线索，就在曹家二女婿樊松龄的身上。哎，我们这儿也是樊松龄。我去把那老东西提了，审他。等等。曹家的人都问完了？还没有。越是时间紧迫，我们越是要稳住阵脚。有道理，待审时，就审他个水落石出。害死我儿子的凶手找到了吗？曹公，已有线索了。老费，苏先生，这事儿你可千万不能瞒着老夫啊！你告诉我，我就这么一个儿子，而且过了今天晚上，我就没有机会给我儿子报仇了。你得告诉我，凶手是谁？曹公，此案由卢某负责，虽有线索，但尚未确定凶手，还望曹公见谅。行，那既然这样，就把儿子的尸首还给我。我是要归西的人了，今天晚上就让我背着我儿子进曹家哭吧。曹公，若想查明真凶，仍需验尸索引。孩子的尸首不能让你带走。儿子，爹对不起你呀！你这么年轻就经营曹家贵坊，曹公很信任你。我爹也是没办法，多宝还小，又不喜欢生意，贵坊只能交给我。你问的这些跟我阿弟的死有关系吗？卢县尉只是想让你放松下来，我一点都不紧张。那经营贵坊，除了给曹家赚钱以外，你自己赚的也不少吧？我付出的辛苦多，自然赚的也多些。但赚得多也不是罪过吧？父亲每做善举，我就会跟在后面捐钱，就好比昨日，1万个馕的钱就是我出的。我还专门吩咐店家，让他和面的时候多加些蜜，让那些穷苦人吃在嘴里，甜在心里。三小姐，有如此心胸，卢某敬佩。您还是赶紧问些有用的吧，要么我自己直接说。我们3姐妹跟多宝不是一个娘，但我们姐弟之间关系很好。多宝喜欢史书，爱讲故事，喜欢敦煌的一草一木，理想是把敦煌介绍给更多的人。他才是有大志的孩子。那你的2个姐姐曹英和曹蓉对多宝如何？裴小姐，你是侍郎千金，自长安来，却问出这种婆婆妈妈的问题，我不想回答。三小姐，不要误解，我们也是想找到杀害多宝的凶手。
大姐眼里只有她的夫君，二姐眼里只有家产，对多宝当然没那么好。能说说你的继母叶来吗？不能。为什么？既是继母，便是长辈，我不能在背后说讲于她。夫人呐，我看你就是太过悲伤，这样可不行啊！你是不是觉得胸口闷得慌？闷得我喘不上气来。你瞧，被我看出来了吧？哎呀，夫人，快让我给你搭搭脉吧！哎，开个方子，抓几副药，保管你有所缓解。嘿嘿，夫人。曹夫人，请你先说说昨晚用餐的情况吧。当时都在，多宝和我、阿音、阿笑、赛赛、樊松林跟阿荣后来也来了，我们一起吃的。可曾饮酒？没喝酒。怎么派你们两个来问我？那个姓卢的县尉呢？还有那个姓苏的嫡公弟子，他们到底能不能为我儿子报仇雪恨？不是，我和夫君平时不住这儿，是因为爹要花甲葬了，我俩才提前赶来，给他老人家送行。怎么，你们不会是怀疑我吧？哎，谈不上怀疑，只是例行问询。哎呀，你就是说怀疑，我也不在意。这多宝一死，家产不全都成我们姐仨的了，能不被怀疑？不过，我可不是坏人。我心软的就像个菩萨，要不然能嫁给老樊啊？对呀，你为什么嫁给樊督料呢？你们别看他长得老，他在沙州可有名气了，因为他讲求风尚，这最流行的衣服、靴子，他都是第一个穿的，所以吧，我和他就聊得来。这一来二去的，他就追我呗。我看他追得那么辛苦，那么可怜，我就动了菩萨心肠呗。哎呀，你这菩萨心一动，就成就了老夫少妻的一段佳话呀！你可真会说话。昨夜亥时，二小姐在哪儿啊？就在这儿啊。在这儿做什么？睡觉呀。老樊岁数大了，天一黑就打瞌睡。再说他早上还得出去跳舞呢，必须得早睡。哦，早睡确实是个好习惯。你二人是一起睡的？当然，我夫妻一向相拥而眠，从不分床的。哦，对了，你们在查命案，这夫妻互为证人，行不行啊？卢县尉吧，我们是张刺史派来协助办案的。来得正好，你们去把命案嫌疑人带到千德堂来。是。过去。怎么能这么对樊督料？樊老领沙州封上之先，德高望重啊！哪有苏先生说的那么好？不过是虚度了多年的光阴而已。哎，
倒是为营造莫高窟出了些力。谁问莫高窟了？樊松龄，在。我问你，多宝的尸体是曹赛赛最先发现的，对不对？怎么是这位小郎君在问话呀？好好回答！你当时在干什么？我当时刚起床，正在院子里跳舞。我从年轻的时候就喜欢跳舞，无论是男子舞还是女子舞，也无论是剑舞还是软舞，我都喜欢。胡腾、胡旋、黄章、吕腰，我都会。现在上了岁数了，可是习惯没变。每天早晨起来我都得跳那么一阵子。樊督廖真是老来俏啊！哎呦，惭愧，惭愧。哎，对了，说起跳舞我丈人曹公，那才叫跳得好啊！哦，曹公也会跳舞？会呀，他最擅长的就是魂托舞，以前我都不知道。你扯远了吧？说说今天早上的情形，看看跟赛赛说的能不能对上。有这个必要吗？说。当时我正在跳那个这种舞女子跳得多，但男子也不是不能跳。我呢，就特喜欢。阿秋，我们几时走阿秋。赛赛，你阿舅还没起床吧？才不会呢，多宝阿舅从来不睡懒觉。阿秋，来人！你复述的没错，赛赛说，你一进门就对院子里大喊，多宝被人掐死了。是啊，出了那么大的事，我不得让全家人都知道你怎么知道是被掐死的？我随口一说呀。随口一说？凶手杀人方式多种多样，樊督廖是营造洞窟的高手，应没学过仵作吧？即便是大唐最好的仵作，也不可能一眼就看出人是被掐死的。你并未揭开阴部，也未检查尸体，就断定人已经死了，还是被掐死的。除非就是你干的。哇，真是猜的。那你猜的还挺准，跟我初步验尸所得完全一致。老东西，就是你掐死了多宝，要不怎么能说的这么准？哎，不，你们可不能乱说呀！哎，你们不是州官，不能审我。哼，站住！张刺史受命苏先生和卢县尉特来探破此案，行临时司法参军之命。你要赶走，我的横刀可不答应。我没说要走命案是要讲证据的，你们不能把我随便说的一句话就当作是证据吧？我不服。你的指甲就是铁证。薛环，颜色质地完全一样。这一小块是在多宝耳朵后面的头发里找到的。樊督廖，这回你该后悔追逐风尚了吧？这都是韩荣让我干的呀！带曹荣分开审。
瞧这架势，哼！姓樊的把我给卖了。既知道了，就如实招来吧。哼，这个老东西，我当初嫁给他就是盼着他早点死，好让我爹可怜我，多分我些家产。没想到，既没熬死他，还被他给出卖了。说说你们是怎么害死的多宝？那曹多宝是叶来生的，那叶来就不是什么好东西。他们娘俩凭什么分我爹挣下的家产？我不服！曹荣说他不服，我当然也想多分点家产，所以我们昨天就住到了曹家。哎呦，怎么老去厨房啊？不睡下，不好下手啊。阿荣，你想好了？少废话！那把我急的，来来回回去了3、4趟厨房，才把灯熄了。我见多宝熄了灯，我想应该是睡下了，我就让老东西赶紧动手。姐夫，你们快呀！磨在什么？赶快来呀！平时我觉得多宝身体挺壮的，可是他反抗的并没有什么力气。我岁数大了，当时还怕一时半会儿掐不死，可没想到挺容易的。这是干什么？嘘，盖上他，他的鬼魂找不着咱。无耻之极！我是一念之差呀！胡说！如果是一念之差，你就不会事先准备好一步。你个老畜生，我掐死你！我踹死他！与丈夫合谋，杀死娘家阿弟，你可曾后悔？后悔被你们抓到了，否则我不是可以分更多家产？我真想现在就抹了你的脖子！曹荣，我裴喜君从不诅咒人，但你会下地狱的。哎呀，果然是狄公弟子，名不虚传。才这么点功夫，这案子就破了。这对夫妇真是歹毒啊！樊松林和曹荣，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啊！这个
请卢县尉放心，走过程序，待到秋后，他们必被问斩。哎，苏先生，这大案已破，你怎么还闷闷不乐呀？乐不起来啊！我是在想，曹公此时当是何等心情？曹公，哎呀，哎呦，曹公，张刺史，老夫平时待你如何？多有关照。老夫待沙州的百姓如何？好啊，认就好，把凶手交给我，我一定要亲手宰了他。哎呀，杀害多宝是樊松龄夫妇合谋，那不可能。阿荣就是个傻孩子，没怎么读过书，女工也不学，做生意更不会，他一定是被老东西给蛊惑了。哎呀，曹公啊，有证词在，曹荣怕是主谋啊。那更不可能了，我曹仲达的孩子不可能是凶手，一定是那个樊松龄，他杀了多宝，现在又想诬陷我女儿。哎，曹公，曹公，你是不是也觉得多宝被掐死的太容易了？是啊，我看了樊松龄交代的卷宗，他说多宝一开始还在掰他的手，不让他掐自己的脖子，而后来就不再挣扎了，而是双手去捂自己的肚子。没错，我当时也觉得很奇怪，2次验尸并没有查出中毒迹象。所以，我要再去验一次尸。好。来人！啊，尸体呢？是三小姐把小郎君的尸体抬走的。我当时说了公谢不让，三小姐她给了我一嘴巴。三小姐可在？你们来干什么？三小姐，此案并未彻底告破，小郎君的遗体还需先带回千德堂，以便验尸。凶手不是已经抓到了吗？还验什么尸？这其中的缘由，不便告诉三小姐。尸体必须带走。阿弟已入殓，谁都不能打扰他。若我说必须要再验尸呢？若开棺，就先验我的尸。三小姐，把他们轰出去。是。大胆！卢某是奉刺史之命查案，我看谁敢！爹，你醒了。多亏了神医的针灸。这是干什么呢？阿弟已入关，谁都不能带走他。既然凶手已经抓到了，还折腾我儿子干什么呀？不能让他好好的睡会儿。仲达何在？仲达可好？今日是你60大寿，我等前来祝贺。3位长辈是家族都事会的，有什么话就直说，
是随老夫上路的吧？都市会有此规定，在你归西之前，我们必须来一趟。子正之前，老夫一定上路。今天虽然是我生日，可家里面并没有摆寿宴，各位请回吧。仲达是曹氏家族在沙州成就最大之人，我三人由衷敬佩。今日也是真诚相送。谢谢。门口挂红，是大寿之喜；院内挂丧，是儿女大孝。仲达，你一儿三女皆为龙凤，此生该没什么遗憾了吧？无憾。送客吧。三位长辈，院内挂丧不是为我爹，是我阿弟，昨夜被人害死了。多宝小郎君死了？仲达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阿弟已死，我爹白发人送黑发人，人间悲苦，莫过于此。曹笑，这种事儿不能乱讲。昨日莫高窟下，我还见你阿弟活蹦乱跳的呢。这种事当然不能乱讲。多宝是被人害死的，官府已经抓到凶手。这位是刺史指定捕贼官卢县尉，他可以作证。我们要看尸体。棺材已封，不能看。放肆！我们是长辈，更是曹氏家族的都市，多宝尸体非看不可。所谓人有旦夕祸福，多宝妖王确实令人心痛，还望仲达及其眷属节哀顺变。不过，你曹仲达得活了。此话怎讲？仲达有所不知，都史会出了新规，若继承人亡故，那奔赴花甲藏的老人就不必上路了。曹多宝是你唯一的儿子，如今妖王正合新规。这是什么时候改的规矩？昨日端午，家族都史会经慎重协商而定。仲达，你是曹氏家族第一个践行新规之人，真是捡了个大便宜呀！爹，您不用走了。是啊，爹，女儿替您开心。赛赛，快给阿文磕头。是阿文长寿。起来，起来。我等也祝仲达长命百岁，老有喜乐。老夫唯一的儿子走了，这个家就算是破碎了。你说我活得再久，何喜之有，何乐之有啊？爹，您别太悲伤了。大姐，快把爹扶开，棺盖也要盖上了，让阿弟安息吧。慢着！你又要捣什么乱？请你马上从我家离开，把他赶出去。是。笑笑，爹去休息。阿弟的丧事由我来操办，请您放心。三小姐误会了，卢县尉可不是捣乱，他是为了你阿弟多保好。三小姐掌管贵方生意，那一定是见多识广、聪慧过人。可你还是太年轻了，丧葬的规矩你不懂。棺盖一旦盖上，便不能轻易的打开，直到入土为安。若封好的棺盖万一被打开了，那绝不能随随便便再盖回去，
穷苦人家尚且要讲这规矩，你们曹家可是沙州首富，赶紧的，再准备一口新棺材。这是什么规矩？你不懂，我也没有必要跟你解释。曹家夫人，为了安抚小郎君已经被打扰的魂魄，还请再置办一口更为上好的棺材。苏先生说的是，我儿已被打扰，这个棺材不能用，必须换一口新的。还要验尸？正是。依我之见，既已找到凶手，且供认不讳，就不要再验尸了吧。我们怀疑曹多宝之死另有隐情，或者说还有别的凶手。这怎么可能啊？一个孩子还能被杀2次？当然有可能。恩师狄公所探诡案中就有先例。此事发生在曹家，况且曹公今日就要花甲葬了。张刺史有所不知，曹公的花甲葬因多宝之死而被取消了，因此再次验尸十分必要。等一等，那曹氏家族的花甲葬传承了几百年，我上任后曾提议废除，可他们家族都市会的那些人坚决不肯，以死相逼。这怎么说废就废啦？而且还是在这节骨眼上，这不得不让苏某产生怀疑。哎呀，我看还是算了吧。凶手找到，命案就算告破了。康国使团不日就到了，卢县尉还有重任在肩呢。赵皇，身为益州刺史，人命关天，怎可有半点含糊？你也知道，康国使团一到，卢某就要入京。你就不怕我到天子面前告你草菅人命？哎呦，卢县尉，当务之急，速去曹家，将曹多宝尸体带回。我非本州官员，多有不便，就拜托张刺史了。好吧，我亲自去办。师傅，苏先生那边要验尸，您怎么把我们带到这边来了？验尸是破获诡案的重要途径，但绝不是唯一途径。自案发以来，这一排供养人的画像就一直出现在为师的脑海中。这为首的第一个，一定是曹公曹仲达了。接下来是叶来、曹多宝、曹殷、李炽、曹荣、樊松龄、曹笑、赛赛，最后一个是那个管家。没错，管家丁茂。李炽曾说，你的管家对你并不忠诚，亏你还让他做你曹家窟的供养人，我就用了5块银铁。好像苏先生也说过，供养人呢，就是这个家庭的主人、子女，甚至是对这个家庭很重要的仆人。好记性呀！可我观曹家上上下下都是三小姐曹笑说了算。丁茂被下狱，曹家仍井井有条，好像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，所以这个丁茂又何谈重要呢？那就要问曹公了。可此刻他悲痛万分，我们该怎么开口呢？不是还有樊都料吗？回去提审樊松龄，走。尸体带回来了，从速验尸，验后立刻送回。曹家新订的棺材马上就要到了。刺史留步，还需您见证。算了吧，
万一你验不出什么端倪来，你嫡公弟子的脸面也不好看呐。我苏明的脸面不算什么，诡案的真相才最重要。鉴于曹公在沙州特殊的地位，还请刺史亲自见证。好吧。饭团做好了，还热着。这是在醋里煮过的棉布。刺史，您坐会儿吧。哎，我就不坐了，你快点啊！您还是坐会儿吧，需等1个时辰。啊？是啊，既叫曹家哭，那供养人当然应该是曹家人了。我既是曹家的女婿，要是多料，自然不能少。可我怎么也没想到，又多出来个丁茂。我记得是叶来。嘿，这真雄伟壮丽。若是能有10个供养人，凑个十全十美就好了。你是着急阿孝的婚事啊？啊？哎，不是早就有媒婆登门了吗？劝劝他，让他早做抉择。哎呀，阿孝那么有主见，我可不敢劝。那就别着急了，等他找到了如意郎君，再画上去便是。倒是有个人，就是管家丁茂，他信佛，很虔诚，昨日还跟我提来着，说是如果能做这洞窟的供养人，也愿意捐一些金银。哦，丁茂。他还发誓，说如果能得偿所愿，他愿意一辈子待在曹家，照顾多宝，并劝多宝专心学做生意，未来接下曹家的产业。那天叶来说了不少丁茂的好话，要换作是我，早就生疑了。可我那丈人对叶来毫无防备，居然一口答应了他，我那个气呀！你气什么？哼，我樊松龄什么人物啊，就要和一个仆人画在一起，我能不生气吗？我可不能让他们舒服了。这画的是谁？丁茂，那个管家。让丁茂做供养人，我之前怎么不知道？这是叶来的主意，他与这个丁茂到底怎么回事，怕是说不清楚。住口！不要胡说。我是爱胡说，可万事皆有因果。身为主母，为了一个仆人做供养人，那是大费心机，口吐莲花呀。若说这其中并无奥妙，我不信。你是觉得叶来和丁茂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，可有证据？证据？没有。家仆为供养人，并非罕见，仅凭猜测就乱说，对你有什么好处？对我有没有好处，我不太在意。
只要对他没好处，我就干。你这老东西，真是该死！老东西。是啊，反正都是要死了。我现在说的话，可都是真话。这樊松龄虽可恶，但作此猜测亦在情理之中。只是我们才到沙洲，人生地不熟，想探查究竟，实在太难。何须探查，直接炸丁茂便是。时间紧迫，可用非常手段。我只收了5块银铁，你们不会要处我极刑吧？是5块银铁的事吗？好你个丁茂，你竟然做出这等事来，你还配做个人吗？我怎么不配做个人？我就是想好好的做个人呐。如今宝儿死了，你们要替他报仇啊！多宝是我们朋友，我们当然想给他报仇，但要想找到凶手，必须得说出实情。你所隐瞒之事，其实我们早就知道了，只是想听你当面跟我们说。变黑了，看来被掐死之前，他已经中毒了。也是黑的，这还真是中毒了。此验毒方法古来有之，是历代仵作的宝贵经验。不止一个人想要多宝的命，多好的孩子，气死我了！哎，老费，你赶紧看看这是什么毒啊？不是砒霜，闻这味儿有点像乌头啊。乌头，我好像听说过，是味药材。是一味药材，有祛风镇痛的功效，若食用过量，也会危及生命。你说的那是一般的乌头，乌头种类繁多，其中有一种叫草乌头，毒性很强。可是眼前之毒也不是草乌啊。不会是红脖子吧？什么是红脖子？乌头中毒性最烈者叫红颈乌头，俗称红脖子。中毒之后会引起口舌刺麻，随即口内麻木，然后就会不断的想喝凉水。喝凉水？我记得樊松龄说，他们动手之前，就看见多宝不断的去后厨。我和薛环去曹家后厨看过，有一个很大的水瓮，里面盛的水很凉，这不就对上了吗？看来此案真的另有玄机呀！张刺史，
真是独具慧眼，指挥我们另辟蹊径，查出重要线索，真乃大功一件。若没有您亲自坐镇，怎会有此突破啊？请刺史立刻下令查封曹家，把曹公及家人移到谦德堂来，一人一房，并派人日夜看守。苏明，你是在怀疑曹公？对呀，曹公至善，怎么能怀疑他？可多宝一死，曹公就不用花甲葬了。对呀，凶手杀人都有动机的。家产事小，活命事大。看来多宝之死，确实是曹公受益最大。此事，赶紧下令吧，以防他们串供。曹公，张刺史啊，亲自带人来抓老夫啊！不，哎呀，小郎君之死，尚需查找线索，所以请曹公移步谦德堂。我儿不是被樊松龄掐死的吗？这有些话我不能讲，请曹公就别问了。12年前，曹夫人过世，早与丁茂有婚约在先的叶来，在谦德堂门口晕倒。快请郎中了。是。叶来称自韩州来投奔伯父，可伯父已死，在沙州无亲无故。因身体虚弱，在谦德堂住了数日，与曹公日久生情，便成为了当今的曹家主母。可这一切都是有预谋的，出主意的人就是丁茂，他是曹家的仆人，因深知曹氏家族有花甲葬的习俗，他与叶来定下此计，就是想让他们的儿子成为曹家的继承人。儿子，也就是说，曹多宝是……叶来嫁进曹家之际已有身孕，多年来一直在蒙骗曹公。可审曹家主母。一见到丁茂供词，叶来也招了。他与丁茂合谋，欲图曹公家产。此计定于12年前。待叶来成为曹家主母，丁茂也成了管家。他二人偶有私通，但也是很小心。唉，12年，用自己的女人、孩子，去算计别人家产，真是处心积虑呀！这个丁茂实在可恶。苏明，你以为如何？这么隐秘的关系，仅1日就被你们探破了。3位真乃神探也。你不阴不阳的是什么意思？曹公是沙州商界领袖，那一定不是寻常之人。在同一屋檐下12年，若叶来和丁茂真有奸情，即便他们做得再小心，真的能瞒得过曹公？且曹氏家族都市会于端午之日突然改变了规定，而转日就是曹公60整寿，这未免也太巧合了吧？刺史，我们远道而来，对沙州并不熟悉。曹氏家族族长以及家族都市会成员，还请张刺史代为协查。好。
时间紧迫，分头寻找线索，半个时辰后再次集合。老非一无所获呀。我和龙凌风也没什么收获。曹公房间整洁，像是很少有人居住，应是经常住在千德堂。至于曹英住处，她一直在做女工，像是为婴儿做准备。不过，这与本案无关吧？我们在丁茂房间发现了2件女人衣物，与夜来的衣物比对，极为相似。师傅，我在曹笑的房间发现了这个。薛环，在多宝房间发现的那枚，可曾保存好了？在这儿。阿飞，你快看看，红脖子。这一只与那一只并无区别，只是跟晶的颜色不同。这就是普通的植物。昨天咱们吃苏珊的时候，就是以此物做的装饰。而这一只，它的根茎原本也不是红的，只不过是用它蘸了蘸红脖子的粉末，所以染红了。多宝所中之毒，就是它。这个是从曹笑房间找到的。对，带我去。大家分开寻找线索，越细越好。苏无名、陆凌风，在哪里找到的？梳妆台，恰在胭脂盒里。对不起，师傅，我大意了，之前没有看仔细这些妆容的东西。我看看。红脖子，他弄这么多，要毒死多少人？沈曹笑。这是要审我？千德堂可是我家产业，你们这些外州之人在这儿审我，真是可笑。张皇在哪儿？叫他来。居然敢直呼刺史的名字，三小姐好威风啊！先消消气，给你看样东西。这是我们在你的房里搜出来的。这是我的妆容用品，怎么被你们拿到这里来了？还给我！大胆曹笑，竟敢抢夺政务！你私藏此剧毒，意欲何为？看你个小姑娘，长得还蛮端庄的，你怎么忍心毒杀多宝啊？卢县尉、苏先生，张刺史有请。果不出2位兄台所料，我稍微用了一些手段，曹氏族长以及都师会的那红袍、绿袍、蓝袍3个所谓的都师，就都招供了。还得请刺史细细道来。那个族长，日子过得很是落魄，
半个月前，曹孝找到了他。族长，今日我是来求你的。仲达花甲葬的日子将近，你要是求我通融，那就免开尊口罢。几百年的规矩了，迫不得。不是因为我爹的事，那是何事？用得着你这平日里见了长辈都不打招呼的三小姐来求我？您是知道的，我家有很多产业，但是人手不够，真的忙不过来。城西有间旺铺，一直租给外姓人，这钱自然也就给外姓人赚走了，真是可惜。您正值壮年，人品端正，人脉又广，这店铺要是到您手里，那不得日进斗金？我可租不起。谁说让您租了？这间店铺我就赠与族长。什么？你赚了钱，要交2成给贵方。这份产业将来可以传于子孙，但子孙经营也要交2成利。我这条件够苛刻吧？这我不是赚了你家大便宜了？我们同姓曹，是一家人。我在贵方上借的钱还没有到期呀，阿孝啊，不会提前让我还吧？你借过钱吗？没有吧？是这样的，前2天贵方失了火，把账本烧了，没了账本，过去的账我也就记不清了。掌柜的提醒我说，您借的钱快到期了，可我怎么也记不起来有这回事儿，这不就找您求证来了。这无功不受禄啊！平时您对我家最是关照，去年贵方生意不好，向您借了这2块金饼，到现在才还，真是不好意思。今日请您来，就是想和您商量一下，这利息该怎么算？我何时借过你家金饼啊？真是贵人多忘事啊！您这么照顾晚辈生意，要不这利息就算了。那就算了。是，我在你家贵方上借钱，期限早过了。感谢仲达一直没来催债。今天你既然来了，阿孝既然来了，就是要和长辈把这件事了结了。是啊，自古欠债还钱，我认账，请再宽限我10日。1日都不行。你欺人太甚了吧你！这不就了结了？长辈，喝茶。三小姐，我以茶代酒。这是供词，4个人都画了押。这曹孝啊，小年纪，好有手段呢。那4个人都得了好处，便由族长提议，3位都市附和，于端午之日定下新规，就是为了给曹仲达打造免死金牌。由此推断，多宝的死与曹仲达、曹孝脱不了干系。在想什么？我只是在想，曹孝所是否受益于曹仲达？若你我并非捕贼官，你心中所愿是什么？我希望曹仲达一无所知，是曹孝自作主张。哎呀，这案子看似简单，却又不那么简单。这多宝的身世，曹孝是否知情？曹公又知道多少？你我不得而知，所以不能操之过急，妄下结论。是啊。哎，我记得那个卖苏珊的店主叫何可可。走，
去他店里看看。君子所见略同。来，二位请用。不知二位贵客光临，有失远迎，尝尝今日苏山的味道。昨日夜宴，吃到这美食，回去后还唇齿留香，想吃这一口，想了一整天。能做这苏山呢，沙洲就你这一家店铺吧？是的，仅此一家。那这苏山昨日可曾给曹家送过？没有啊。送倒是没送过，不过小郎君来买过。我怎么不知道？老板，当时您不是去谦德堂了吗？您好，来2个苏珊，再走。小郎君来了，我家老板说了，不收小郎君的钱。那可不行，不收钱我就不买了。这，我也为难。你不必为难，就多撒几粒葡萄干给我吧。这样你家老板问起来，你就说虽然收了钱，但也关照了我。没问题。买了2份苏珊，你没记错吧？错不了，是2份。二位，我多一句嘴啊。今日我去给曹公拜寿，却见曹府被封了，怎么回事啊？既知是多嘴，就别问了。何老板，好好做生意。这苏山真是好吃，也许1000年后它会成为我华夏大地上人人都爱吃的美食。哎，再去给我做6份，我带走。好嘞。苏山，给老夫的。啊，今日天气炎热，给您消消暑。哎呦，我这阶下囚还有如此待遇。曹公，这里是您宴请宾客的谦德堂，是您的地儿，只不过让您在这儿单独住几日，何来阶下囚之说？哼哼，一个本就该归西的花甲老人，又何须用这种话安慰？哎，您请。哎呦，苏山是好东西啊，容易化，那老夫就得抓紧吃。这是我儿最爱吃的苏珊，这一碗能给他送过去吗？我知道夺宝现在就在谦德堂，可门口的捕手不让我见他。念你是个母亲，我带你去。儿啊，都怪娘鬼迷心窍，贪图富贵，把你养在曹家，才成了那些人的眼中钉。你觉得曹家谁最恨多宝？曹荣夫妇，那对凶手。若是再有呢？曹啸。他对你很是尊重，甚至不肯多说一句你的坏话。你怎么说是他？也怪我贪心，见那曹家窟庄严宏伟，想让丁茂也成为供养人。曹仲达当时就答应了，可自从那件事情之后，曹啸好像就对我跟从前不一样了。我总觉得他一直都在盯着我。
那日，丁茂得知曹仲达的遗嘱，把我约到他的房间里去。多宝5成，你1成，曹家的万千家产，马上就有6成是咱们的了。这12年，咱们没白等。虽然我没有看清偷听人是谁，但我想，一定是曹潇。那丫头鬼得很，表面上尊重我，又跟多宝亲近，实际上，处处都在提防着我们娘俩。我不吃素山，不喜欢。去年吃过1次，后来闹了肚子，娘就不再让我吃了。哦，姐姐，你吃吧，待会儿素山化了就不好吃了。赛赛真懂事。其实素山是我阿舅最喜欢吃的，他还把素山的制作方法记载到了他的红皮书里。那你阿舅在家里和谁最好啊？我呀，还有小姨。不过小姨最近好像跟他闹了别扭，我看到了好多次，小姨都在背地里瞪他，可凶的样子了。哎呦，这都快化了！你这小郎君也太坏了吧！我大老远跑来给你送苏珊，你还说我坏？哎呀，你生气啦？小郎君呐，你不懂，这个坏，它不一定是真的坏的意思。就像信凡那老东西，他追我的时候，我经常骂他坏。你害羞了？那你一定是喜欢我喽。你带我走吧，姐姐会一辈子对你好的。我可不想死在这个地方，我还没活够呢。带我走吧。放肆！我来问你，在这个家中，谁对多宝最好，谁对多宝最不好？最好的是他娘，最不好的是我爹。你说曹公曹仲达对多宝不好？当然了，比对我们3姐妹差远了。特别是他不想做生意，老说自己要成为什么牙人，气得我爹差点没打死他。站住！我不。哎，别打了，爹！你给我闪开，丁茂！曹公，求你息怒，你下这么重的手，会把小郎君打死的。在管教我儿子，你闪开，闪开！求你了！当时我觉得，能做爹的女儿，我很有福气。说实话，爹把家产分给我1成，其实已经挺好的了。我如果不贪心的话，这些够我吃喝一辈子。怎么不吃了？凉，再好吃也不能贪。对。我有一事不明，不知先生可否解惑？说。既已抓到凶手，又为何要我全家人都住到千德堂来？我女赛赛年幼，却被强行和母亲分开，这是谁出的主意啊？我夫李治只是一时糊涂，便未真的行凶。州府又是按大唐哪条律法将他下狱的？还有，还不肯吃？
我喜欢吃多加葡萄干的，而这种普通的苏珊，吃起来有何味道？多加葡萄干。昨晚多宝就是带了2份这样的苏珊回家，其中1份是给我的，阿弟最懂我的口味。那份苏珊，我吃得格外香甜。谁啊？三姐，我可以进来吗？进来。三姐，给三姐送苏珊来了。谁稀罕啊？拿走。三姐最近总是凶我，是多宝哪儿做的不好吗？我知道爹就要花甲葬了，你心里难过，多宝心里也难过的。可人总要看开些，往远处看。快吃苏珊吧，都放了葡萄干的，我知道你爱吃。我吃1个不够，要吃2个。啊？哦，那就都给三姐留下。你快吃哦，别放化了。多宝是个好孩子，可他……你在长安当过大官，探过无数诡案，多宝的身世，你应该已经查明了吧？此系家丑，我就不重复了。我买通了族长及家族都市会成员，准备好了毒药，就是想在端午之日毒杀多宝，换我爹不死。所以，我追上多宝，跟他说我根本吃不了2份苏珊，刚刚是开玩笑的。故而，你们查到樊松林掐死多宝后，我立刻抢回多宝尸体入殓，赶紧下葬，就是不想让你们继续查下去。这一切都是我自作主张，有悖曹家家教，我已经无脸见我爹，处我极刑吧。苏珊真是好东西，哎呀，老夫就希望这苏珊能让来的游客都记住，再来沙洲。只有商旅繁荣，沙洲富庶，百姓的日子才能越过越好。可惜呀，老夫的大限已到，看不到了。哎，曹公，家族都是会对你已无约束，何谈大限？人算不如天算。老夫费尽心机才躲过花甲葬，可万万没想到，狄公的弟子来沙洲了。行了，能让老夫在谦德堂认罪，很给我面子了。认罪？是。老夫贪生惧死，为了苟活毒害多宝，实属罪大恶极，有悖人伦，无颜再见家人，更无颜再见沙洲百姓。求己死，望成全。曹公与曹孝同时认罪，而在曹孝的房间搜出红颈乌头。可曹公没有毒药啊！谁说他没有？
多宝所中之毒是乌头的一种，俗称红脖子。啊？你惊讶吗？老夫自己投的毒，我当然知道是什么。曹公，我们已经在曹笑的房里搜出此剧毒，搜出了剧毒就是他投的。我告诉你，笑笑是个善良的孩子，他跟多宝的关系最好，他不可能去投毒。笑笑仁爱、孝顺、聪明过人、尤善经商。她虽然是个女孩子，却是我曹家后代中的佼佼者，更是大唐的未来与希望。我还知道你的恩师狄公断案如神，可是他更爱子民。你要是怀疑笑笑，那就是对你恩师的不敬。你等着。来，让开，我看看。真的是红脖子，二人都说是凶手，莫不是合谋？不会。你讲，若是二人合谋，定会提前商量，下毒之后，当立刻销毁证据，不会让我们找到这2包毒药。若不是合谋，那到底谁是凶手啊？我看不如这样吧，觉得是曹公的站这边，认为是曹笑的站那边。这主意不错。哎，你们俩快选边啊！我并未想好。我也没想好。嗨，要不这样，你们先说说各自的道理。喜君，你先来。曹笑有毒药，杀人的动机、时间也都对得上。我们在他的房里也找到了作为苏珊装饰的植物，可见他的供词不虚。喜君冷静，考虑的甚是周全。我就不这样想。一进沙洲城，我观曹公是个善人，便欲结交。从昨日夜宴到今日多宝之死，曹公的一言一行、一举一动，那都是慈父、大善人的做派，毫无半点可疑之处。所以，我怀疑曹公。啊？别啊呀！咱们这是诡异之案，所以必须得往反了想。你看啊，那3个都市刚到曹家之际，那曹公好像完全不知道这个花甲葬的规矩已经变了，装得多像啊！为什么说是装的？你看曹笑小年纪，他得花多少金银去疏通关系，我就不信曹公完全不知道。再者说了，凡是我老费一眼就认定的好人，到最后往往都……反正我觉得是曹仲达。老费凭直觉推断，也并不无道理。徒儿，你为什么觉得是曹公？多宝作为家中独子，却并不得曹公疼爱，甚至比不上他的3个姐姐。而且从小不学无术的曹荣都觉得，自己父亲对自己比对多宝要好，所以我就怀疑，从一开始，曹公就知道多宝并非亲生。在遗嘱中说，分多宝5成家产也是假象，因为他知道多宝会在端午遇害，而凶手就是他自己。哎呀，严师出高徒，这薛环分析的也头头是道。英诺，该你了。
曹孝小年纪就接下了贵方的生意，可见曹仲达对他的信任。曹家三小姐最为孝顺，沙州百姓有口皆碑。自从丁茂作为第10个供养人被划入曹家窟后，他就一直跟踪叶来，应该早已确认多宝并非曹家血脉。为了让父亲逃避花甲葬，杀人动机着实充分。樱桃分析的也很有道理。若论嫌疑，曹孝确实最大。曹孝生母患头疾，需红景乌头入药，曹公有此药，也不能证明什么。最关键的是，曹多宝死于昨夜亥时，那时我们夜宴正欢，他没有作案时间呀。对呀，没有下毒的时间呐。啊，我老费直觉再好也不算数。看来曹公是想替女儿顶罪，那就还算是个好人。哎，对了，咱们何不以此为由，再探曹公？张皇怎么没来呀？老夫求速死就那么难吗？把红脖子还给我，让我自行了断。曹公，我敬佩你的为人，但人命关天，不得有半点马虎。昨日夜宴通宵达旦，而曹多宝死于亥时，你根本没有时间下毒。老夫中间没有离席。您确实离过席，但时间甚短，只够去一趟茅厕的。这点功夫，您不足以回到府上下了毒，又返回来陪我们喝酒。为了证明，我刚才试过了。你们可知道，谦德堂的后院隔一条街就是我家？当然知道，不过走起来得绕路，所以没有那么快。是吗？那尔等得快跑，老夫在自家庭院等你们。踏魂托啊？是什么？来不及解释了，赶紧追吧！刚才说他什么？踏魂托。我们当时审樊松龄的时候，他说过，他最擅长跳魂托舞，以前我都不知道。哎呀，没想到啊，没想到，曹公，您已经花甲之年，这身手还这么敏捷。老夫年轻的时候和多宝一样，不喜欢做生意，更无心继承家业。父亲追着打我，我索性逃出家门，游历四方。那几年，我曾长江戏水，终南寻仙，快活极了。直至有一年在东都，见到了一个魂托班子，他们人人善跳魂托舞，更有一老汉，他头顶着百尺高杆，杆上系着5根长弦，刻在舞女童持戟操歌于弦上，舞破阵乐。还有一个奇女子，顺着10丈叠床叠榻而上，一尺半空，手足齐举，筋斗盘旋，如履平地。您说的不会是当年名震四方的司徒大班吧？正是，大班主姓司徒，叠床绝技的女子是他女儿，
也是老夫一生的挚爱。就这样，我跟着他们从东都到长安，又从长安到范阳，整整3年呢。后来因为思乡，再赶上老父亲花甲之年，才回了沙州。这3年，踏魂托的绝技虽然我只学了些皮毛，但是从千德堂到自家的院子往返，老夫还是能做到的。当晚老夫离席，说是如厕，其实就是从后窗借着竹竿飞称回到了自家的院落。爹，宝儿，刚才去哪儿了？我去给三姐送苏珊了，您回来的正好。这份苏珊是留给您的，里面多加了葡萄干。爹，您别生气，这可不是我从何老板店里要的，这是我自己赚钱买的。明天是您的寿日，这个苏珊送我给您拜寿。啊，宝儿啊，爹在钱德堂吃过了，上了年纪，怕寒不敢多吃。这个留着自己吃，啊。是，爹。谢谢爹。我知道多宝无辜，可丁卯和叶来的那些龌龊之事，还想谋取我的家产，我能坐视不管吗？行了，我把真相都告诉你们了，请你们禀告张刺史，给我来个痛快的。我家笑笑虽然买通了都市会，更改了花甲葬的规矩，可他没偷渡，他没罪，对吧？我们家的曹荣，那就是个傻丫头，虽受樊松龄挑唆，但她绝不可能参与杀人。况且老夫下毒在先，多宝也并不是被他们掐死的，尽管他们有过错，那也是老夫教导无方，不是？求求你们，从轻发落，好吗？费神医，老夫还得求求你。这李痴啊，寒门出身，苦读10年才得功名。入赘曹家，我从来没拿他当回事儿，整天呼来唤去的。临了，给他们全家1成家产，确实是曹某欠妥。借着酒劲儿想谋害老夫，这都能理解。更重要的，没酿成大患，不是？看在老夫的面子上，帮忙去求求刺史，就别追究李赤的罪责了。重大花甲之年，酿下大错，还求列祖列宗原谅。哎呀，凭着踏魂托的功底，这曹公花甲之年居然还能撑杆飞跃，这绝技我今天真是开了眼了。回头我也得学学，能保命不是？这个绝技给我们添了大麻烦，
曹公本来没有作案时间，现在好了，他这是铁了心要把罪揽在自己身上。唉，此案难了。哎，你是不信曹仲达下毒？人性固然是复杂，但我更倾向于是曹孝作案。若非曹仲达，那他怎么知道史多宝中毒的是那苏珊，而不是水呀、茶呀之类的别的东西？我原本吧，也不怀疑曹公，可是他准确无误地说出了苏珊。仅凭这一点，也不能证明下毒的就是曹公啊。我看啊，他是想替曹孝顶罪的可能性更大。明知如此，可你我也束手无策呀。你我不是本州官员，来沙州做客，曹公盛情款待，现在他却成了杀人凶手。既然他一心认罪，不如我们做个顺水人情。何意啊？哎呀，我已认罪，还有什么好审的？太晚了，我要睡了，你们出去。下毒者已招供，你就不用替他顶罪了。走吧，这里并非牢房，谁也不能关押无罪之人啊。回家去吧，曹家偌大的家业，将来就都靠你了。我都说了，毒是我下的。曹孝，这可是掉脑袋的罪，你小小年纪逞什么强？你以为你是在尽孝吗？让曹公亲眼看着你替他去死，他老人家又岂能苟活于世？爹，爹，是我害了你，是我害了你。怎么？难道是你父女二人合谋？我爹根本不知道多宝的身世，当时我说出了自己的计划。你说什么？糊涂！打小我教你怎么读书，怎么做人，怎么做生意，你都学了些什么？我曹仲达的孩子要杀人行凶。爹，我知道错了，可这件事情我……听着，这件事是当你什么都不知道，好好做你的生意，以后嫁个好人家，过平淡的日子。你可得记住了，这一辈子一定要多做善事。父亲至善，可我实在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叶兰与丁某阴谋得逞，我更不忍心看到我爹奔赴花甲藏，于是暗下决心，自己完成一切。可到了最后，谁啊？三姐，我可以进来吗？进来。给三姐送苏珊来了。谁稀罕啊？拿走。三姐最近总是凶我，是多宝哪儿做的不好吗？我知道爹就要花甲藏了，你心里难过，多宝心里也难过的。可人总要看开些，往远处看。快吃苏珊吧，都放了葡萄干的，我知道你爱吃。也就是说，你并未下毒。
是我爹，可若不是我，他老人家不会有此动议。我爹若是死罪，那我也要陪他共赴黄泉。谁告诉你下毒的是曹公？不是我爹，那是谁？曹笑呀，曹笑，你自作聪明，自以为是。你以为你是在替你爹顶罪，却险些让真凶逍遥法外。来得正好，把后窗都定好了。回头我用魂陀术再跑了，你们怎么跟刺史交代呀？您说笑了，曹公要是想跑，谁能拦得住啊？再说了，你根本就不是凶手。曹仲达，曹孝已招供。我的孩子们全让老夫给害了。孩子虽有罪，却也都是为您着想。傻丫头看着聪明，其实就是糊涂。我又不是傻子，早就看出来多宝不是曹家的血脉了。可那是一个好孩子，而且极像我的第一个孩子。第一个孩子？我的第一个妻子叫司徒梅，是司徒大班班主的女儿。我们是一见钟情，相约白头到老。第2年，她便为我生了一个儿子。可惜呀，那年范阳大疫，娘儿俩都弃我而去了。罗某正是范阳人士，那场大疫我知道。我侥幸活了下来，心灰意冷，才回了沙州，娶妻，生了3个女儿，后娶叶来，得了多宝。可多宝1岁那年，得了风寒，差一点死喽。我日夜在佛前祈祷，突然有一天，我就梦见我的第一个大儿子从天而降，和多宝合二为一。你说这孩子他就奇迹般的活下来了啊！丁茂处心积虑，叶来魂不守舍，他们的阴谋我早就看出来了。可这与孩子何干？面上看，我是对他严厉，我不喜欢他做哑人。可说心里话，就这孩子，他就像我，最像我。所以曹公从未下毒，那你又是怎么知道使多宝中毒的是那苏珊呢？这不就是昨日午后？爹别打我！谁说要打你了？爹今晚回来吃饭吗？沙州来了贵客，刺史设宴，爹得去作陪。那爹少喝点酒，早点回来呗。有事儿啊？今天又赚到钱了，请爹吃苏珊，给爹拜寿。2位仁兄，小小年幼无知，给他一条活路吧，把这杀人的罪名放在老夫头上。老夫以往活60春秋早就够了，不想活了。可这孩子还小，老夫求你们了，快请起。曹公啊，曹孝虽做了周密的计划，但在行凶的那一刻，善念战胜了恶念。毒害多宝的另有其人，不是笑笑？不是。那是谁？谁毒害了多宝这孩子？
师傅这一计真是妙啊！仅凭一个诈字，就让曹仲达和曹笑都说了实话。你师傅是想在二人之间诈出真凶，可没想到这曹家就这么几个人，仆人们多感恩曹公厚德，多宝要对大家极好，更不可能下毒了。完了，把2位嫡公弟子难住了。嫡公弟子，赛赛好像提到过嫡公。喜君、薛环，当时我们3个都在场。赛赛说的是嫡公弟子厉害，还是嫡公弟子不好惹？我二姨是个笨蛋，连狄仁杰是谁都不知道，我可知道。我娘说过，狄公可厉害了，他的弟子肯定不好惹。卢县尉，你有本事，可以替我毒保阿九报仇啊！好像都说了。对，我记得他说的是，狄公厉害，他的弟子肯定不好惹。苏明，在赛赛的描述中，这句话是他娘曹英说的。没想到，你卢凌风如今如此机警细致，居然能从孩子的一句话中听出此案的端倪。哎，等会儿，我怎么什么都没听明白啊？我也没听明白。苏明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这句话不像是母亲对孩子说的，应该是曹英对李赤说的，恰好被孩子听见。而李赤说，他离开千德堂，直接回家，倒头就睡，寅时被噩梦惊醒，提刀便走。他根本就没跟妻子说过夜宴之上有2位嫡公弟子啊！而且，曹英和李赤的证词高度重合，这说明从一开始就串供了。师傅，那下毒的到底是曹英还是李赤啊？现在还不知道。时间不早了，赛赛一个人睡觉会害怕的。喜君，你去陪他。好。等会儿，我这儿还有个事儿，不知道算不算线索？说来听听。曹英已有身孕。啊？你确定？虽未搭脉，肯定错不了。罗凌风，你看这一页。你们来干什么？你这日子过得不错呀，一早就有酒有肉。哼，那是。我做过多年的司法参军，这沙州狱中的兄弟们还是会关照我。我已写好悔恨书，转呈了刺史。
本参军无罪。这牢里的饭也吃不了几日了。假意刺杀曹公，进而躲到狱里来，你真以为躲得掉吗？法网恢恢，疏而不漏，你打错算盘了。曹寅不是告诉过你吗？嫡公弟子不好惹，还不认罪，等着用刑吗？你这娃娃吓唬谁呢？你们不是沙州官员，别在这管闲事儿了。何止不是沙州官员，本姑娘从小行走江湖，嫉恶如仇，关下的规矩，我从来不认。卢县尉、薛环，请二位回避一下。你干什么？来人！李治，你难道没有发现吗？这沙州狱里，你所谓的兄弟们，早就被刺史调走了。樱桃姐，别累着你，要不我来？去，你樱桃姐好久没打人了，手痒得很。就这柜子，打开。哎，哎，那个装毒药的小瓶儿怎么没了呢？还真是没了。这个柜子除了你以外，还有谁有钥匙？这柜子就2把钥匙，另一把在李参军手上。李治，啊，他在州械里有单独理事或休息的地方吗？刺史，就是这个瓶子。他真能干出这种事来？禀刺史，此贼人已招供，这是供词。张刺史，我冤枉，我是被他们屈打成招啊！曹家长女曹茵见过刺史。娘子来得正好，娘子可为我作证啊！我想看看证词。李治所供，字字皆实，请刺史严惩。啊，娘子！小女曹茵包庇李治，做了伪证，对不起父亲的教诲，对不起赛赛和我腹中的孩子，更对不起阿弟多宝，请刺史治罪。大胆李治，你身为大唐官员，为了家产谋杀内弟，你这个败类，等着掉脑袋吧！娘子，娘子救我！娘子救我呀！曹公早。苏先生果然是个高人，在老夫的遗嘱中都能看出端倪。李治是司法参军，想让他招供，没那么容易，需要一些非常手段，可能还需曹公亲自出马。曹茵那孩子从小就太要强了，老夫啊，真不忍心再看他伤心。爹，您这是要带我们去哪儿啊？到那儿你就知道了。
去叫娘。哎，别跑，别跑！伯伯这儿有糖，来来来。爹，这是谁的家？崽崽，去问问他们的爹是谁。你们的爹是谁？李赤。娘，这2个小孩的爹也叫李赤，肯定是跟我爹重名了。赛赛，我这儿有你爹的画像，是姐姐画的，你看像不像？像，这是我爹。有人给我这是我爹的画像，我爹的像。现在你明白爹为什么在遗嘱上只给你留了1成家产。李赤早有了外室，爹怕花家葬之后。爹，您别说了，我都明白了。可爹有一件事不明白，毒害多宝是你干的吗？爹，现在没有外人，跟爹说实话，若真是你干的，爹替你顶罪。爹，我没有。毒杀阿弟是李赤所为，虽为司法参军，他却甚是胆小，而且他有说梦话的毛病。那日他下毒之后，多宝，你的魂儿可别找我，找他去，找你爹去，这让他不公平。娘子，娘子！哎呀，你干什么？你对多宝都做了什么？你这个杀人犯！你这个杀人犯！你是不是人？我做的这一切，还不是为了赛赛和你肚子里的儿子吗？我李赤入赘一个商人之家，却只得1成家产。我今天所做的一切，都是被曹仲达给逼的。你疯了！我恨当时没能自刎而死，我也实在是不敢死。赛赛还小，我腹中的胎儿也不过2个月，我若死了，怕就是3条人命啊！李赤虽可恨，可他毕竟是2个孩子的父亲，我就给他出了主意。你不是说来了2位嫡公弟子？你难道不知道嫡公有多厉害？嫡公弟子肯定不好惹。那怕什么？我是司法参军。可你是曹家的人，命案需要回避。万一张和请那2位嫡公弟子，你怎么办？这我怎么没想到啊？而这个时候，赛赛已经被你们吵醒了。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但却清晰地听到了嫡公和嫡公弟子。对，昨天早上我给孩子梳头的时候，他问我嫡公是谁，我就知道被他听到了。嫡公弟子果然了不起，
我自认为出的主意已算精妙，没想到孩子的一句话，竟成了破绽。都怪你出的破主意，让老子还是司法参军，怎会落得这般下场？我杀了你！你个畜生！二位，请用。来，哎，钱，何某不能要。多谢苏先生为曹公洗清罪名。那今日就算何老板请客喽。当然。我还得多谢你为我提供了重要线索。应该的，应该的。哎呀，他提供了什么线索啊？李赤离席后，又让何老板给他做了一个苏珊，说是要带回家给女儿吃。可赛赛根本不吃苏珊。姐姐，我不吃苏珊。不喜欢？去年吃过一次，后来闹了肚子，娘就不再让我吃了。漏洞就在这里。这个李治真是可恶，竟借着曹公的旗号骗多宝吃下那带毒的苏珊。姐夫。你怎么？丈人在谦德堂请客，何可可给做的苏珊，丈人惦记阿弟，专门让我送一个给你。啊？你这儿怎么也有一个？来来来，吃你爹给的这个。那姐夫，这是我留给我爹的，我在等他回来。啊，今天来的几位客人跟你爹相聚甚欢，酒可是没少喝。估计是回不来了，要不这样，我把你的一片孝心给送过去。那好吧。哎，姐夫，这个苏珊的颜色有点不太对啊。啊，是何可可新研制的一种调料，有些药香。远道而来的客人都很喜欢，所以你爹才让我专门送过来给你尝尝嘛。哦，那就多谢李参军了。对了，昨夜你在多宝的那卷书里发现了什么？多宝的那本红皮书里记了一个发生在沙州的真实命案。2个兄弟为争夺家产打了起来，结果双双中毒而亡。致命的毒物就是那红颈乌头，下毒的是那俩兄弟的继母。这个案子就是李赤探破的。多宝的书中记载，李赤在那俩兄弟的继母房中搜出了红脖子，并将证物保留在州械，还时不时地拿出来向来访者炫耀。这么说来，探破子鬼案的，也可以说是被害者多宝本人了。是啊，多好的孩子，太让人惋惜了。我思来想去，曹英给李赤出的主意，其实真的很高明。在死者被发现前，先将自己暴露，以一个小罪名，隐藏于捕贼官的视线之外。真是好悬啊！差点让曹公给这个败类顶了罪。
多宝真是个好孩子，我大唐的孩子，不能白白的这样死去。卢县尉，给你带了苏珊。多谢，回来再吃。苏敏，随我去见张刺史。好。惭愧呀！张皇，当雷厉风行，借曹多宝之死，制止此陋习。曹公，小郎君这番肺腑之言，可否请曹公念给大家听听？花家藏1100年之历史，多宝信其俗于诞生之初，自是有其因。花家者心念后生而留家族希望于子女，自负坟茔，值得尊敬。而如今大唐盛世，我民丰衣足食，此习俗之不能被废除，该因家族迂腐而公谢坐视此事也。我曹多宝在此发誓，代父归西，即刻告示，自弃家产，与吴家族决裂。纵使被责背逆于祖宗，亦当如此耳。无意用此一生相抗，直至花甲藏这个杀人之旧习被彻底废除。孩子的这番话，你们不惭愧吗？身为刺史，若不能废除此陋习，张皇愧对沙州百姓。这是我们敦煌最有名的景观莫高窟。300年前，有一僧人月尊行至于此，见对面三危山上金光晚道，犹如千佛静坐，于是便在这鸣沙山上开凿了第1个洞窟。洞窟里面有雕塑、壁画，皆精美绝伦。哎，你小小年纪怎么懂得这么多啊？我都是跟我阿舅这点家乡志上学的。我阿舅有2大愿望，第一个是废除花甲藏，已经实现了；第二个是要把敦煌之美介绍给全天下的旅人，我要替他实现。师傅，苏先生，快醒醒！康国使团已到，张刺史让我们赶紧去拿。天天在城门口等着盼着，他们也不来。昨夜曹公设宴，多喝了点，多睡了会儿，他们倒来了。朝廷有命，使团一到，即刻启程。你们赶紧收拾东西。宋明，啊，随我去城门口迎接。好。
见过刺史。康国使团呢？已经走了。啊？咋走了？不是说要去长安吗？使团由康国4王子带队，半路接到急报，说国王病危，命王子速速赶回康国。这不，就派了几个人到沙州，把这进贡的18箱金桃留下，也是掉头就走。接下来就要有劳卢县尉了。这是康国国书，还请卢县尉收好。卢县尉需要多少人马护送贡品入京？您尽管说，我派兵便是。既然就这18个箱子，无需派兵护送，卢某一行6人可以胜任。啊，应当可以。昨天喝多了。哎呀，我也是，你我皆被曹公感染，欲罢不能啊！曹公捐出了全部家产，1半用于完善莫高窟，既弘扬了佛法，又能使那些精美的雕塑、壁画更好地流传后世。而另1半，曹公居然把它全部分给了沙州穷苦百姓，真让人佩服。一个商人尚能爱民如此，真让卢凌风自愧不如啊！哎，你的路不是还长着呢吗？说说，此次西行有何感触啊？西部广袤，商旅繁荣，风物奇异，我见识到许多前所未见的人与事。下南州时，我只意识到，除了长安、洛阳的繁华之外，还有很多凋敝之处，百姓生活的无比艰苦。而此番西行，我则看清，造成民生疾苦的重要原因，正是来自宫廷无休止的争斗和流血。看似发生在宫城里的一切，却实则影响着千里之外的大唐百姓。哎呀，也许你很快就要见证一场你死我活的厮杀。你出身范阳卢氏，是最尊贵的5姓7家，且又文武双全，少年得志。你曾是这王朝运气最好之人，而如今却成了整个王朝最艰难的人。此次回长安，在天子和公主之间，你要被迫选择站在谁的身旁？我怎么这么倒霉啊？是啊，你也是整个王朝最倒霉之人。我倒霉的是遇上了你啊！大漠苍苍，天高云阔，你为何要提醒我去想那些为难自己的事儿啊？我们就要回长安了，长安在诸君心中是什么样的存在啊？我生在长安，长在长安，长安就是我的家。我在长安遇到了小姐，又在长安遇见了师傅，长安改变了我的命运。我在长安辉煌过，也曾在长安落魄过。长安既属于我，又不属于我。苏明，你呢？长安花团锦簇，亦深幽难测。天子把我逐出长安，可没说不让我回去呀。这回我要好好吹吹长安的风，赏赏长安的月，喝喝长安的酒，吃吃长安的馍。
哎，樱桃，你呢？陪苏无名在长安，吹风、赏月、喝酒、吃馍。哎，苏无名，回长安赶紧把喜事办了吧，这事儿不能再耽误了。卢凌风何在？在。长安，在你心里是何等存在啊？长安是大唐的骄傲，也是所有唐人的骄傲。我曾为金吾卫中郎将，日夜巡访，保卫长安太平；也曾为大理寺少卿，探破诡案，还长安安宁。此番西行，我想过会埋伏他乡，只能梦回长安。而今天赐有诏，再回长安，我卢凌风必为大唐江山社稷奋力一搏。好一个奋力一搏！为兄与你一起共搏之。黄沙卷。